撕破脸。王一博起诉《陈情令》老东家，真正懂的人不会骂他忘本。王一博起诉《陈情令》老东家，真正懂行的人都不会骂他忘本。娱乐圈最讽刺的一幕，真的被王一博遇上了。谁都没想到，时隔7年，把王一博彻底送上顶流的《陈情令》出品方新派传媒，直接被他本人告上法庭。消息刚出来的时候，全网第一时间都是质疑，太多路人、吃瓜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太绝情了吧，人家捧红你，你转头告老东家，忘本了。我太懂这种大众第一观感。普通人看娱乐圈，永远只看表面人情，不看背后长达数年没人看见的隐性消耗。据捧红人，不代表公司可以一辈子薅艺人羊毛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爆火，毋庸置疑，这部剧是王一博事业最大的转折点，但圈内所有人都清楚，这是双向成就的合作，不是单方面的施舍。蓝忘机能成为经典角色，离不开剧组的制作、平台的扶持，但同样离不开王一博整整4个月的沉浸式打磨、极致贴合的演绎。是演员撑住了角色，角色撑住了整部剧的热度。双方合约到期，合作就结束，两清，本该好聚好散。可问题就出在新派传媒这边7年从来没有停下过越界的脚步。大家网上刷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《陈情令》花絮，很多人以为是官方正常物料，大错特错。真正的官方宣发素材，只有当年剧播期间正规放出的剧照、正片剪辑、官方特辑。除此之外，这7年在全网满天飞的近距离私拍、修细碎镜头、无剧本随手抓拍、未修原相机素颜片段，全部都是非正规外流物料。这些素材根本不是用来宣传剧集的。过去7年，这些私下镜头被反复2次剪辑、恶意拼接，很多断章取义的碎片画面常年被拿来制造争议，制造不实人设，一次次给王一博招黑，制造没必要的舆论误会。如果只是网友自发流传也就算了，最关键也是这次打官司的核心症结，这些违规物料一直在被商业化变现，衍生周边、文创产品、有声物料、数字藏品、各类商业推广，多年来持续挪用王一博非官方片场肖像。说白了就是合约早就结束了，热度却一直被无限占用、无限变现。普通人不懂娱乐圈肖像授权的规则，我直白说大白话，拍戏签的合同只授权剧播期间用于宣传本剧的使用权，时间过期，项目结束，所有肖像、私人片场素材1分1毫都不能商用。没有任何一家公司、任何一个出品方有资格靠着7年前的旧合作，永久占用一个艺人的肖像热度，持续赚钱。很多人拿知恩图报、道德绑架，其实特别荒唐。商业合作里，报酬、曝光、热度，当年已经全部结算完毕。王一博当年拿演员片酬，凭劳动换来事业跃升，公司凭剧集热度赚足了版权收益、播放收益、品牌收益，双方当年的利益早就互不相欠，凭什么7年之后还要让艺人容忍自己的肖像被无限滥用，私生活碎片被反复薅来赚钱？更关键的是，王一博从来不是爱撕、爱碰瓷的艺人，大家可以去翻他过往所有维权记录，这么多年他打过的肖像权官司全部是针对陌生电商小店、盗图商家、无良自媒体小平台，他从来没有公开追责过任何一个老合作团队、老出品公司。对圈内旧合作
他一直保留最大的体面，能让一个一向隐忍、凡事留余地的艺人，直接把昔日合作方告上法庭，走正式司法流程。全网公告送达，只有一个原因：沟通无效，劝阻无效，持续侵权，屡教不改。私下协商、私下叫停有用的话，没人会愿意把旧合作摆上台面撕破脸。很多人疑惑，为什么7年了现在才告？因为很多侵权行为不是一次性的，是持续性、长年累月的。素材外流、肖像商用、衍生牟利，这7年从来没有彻底停止过。维权不存在过时，权益被持续侵害，就可以持续追责。而且大家仔细看这次的被告名单，就能看懂所有意图。这次一共起诉5家主体，覆盖了素材流出、音频传播、文创开发、周边售卖、电商变现所有链条，根本不是针对某一次小事，是一次性，彻底斩断多年灰色侵权产业链。这也是为什么懂行的人全部战王一博。娱乐圈有太多隐形潜规则，出品方仗着自己是造星方，默认可以永久占用演员热度，默认可以无限使用片场私料，默认可以随便商用，不用负责。很多艺人碍于人情，碍于口碑，怕被骂忘本，全部选择忍气吞声，最后就是热度被白嫖，形象被消耗，权益被践踏，别人靠着自己的热度年年赚钱，自己还要背负争议。这次王一博的起诉，其实戳破了娱乐圈最畸形的一个现状，就合作不能成为无限侵权的遮羞布，曾经的扶持不能变成长期薅羊毛的理由。人情是人情，法律是底线，互相成就的过往值得感恩，但绝不代表要无底线纵容越界。目前案件开庭信息公开可查，所有流程全部走正规司法渠道，没有任何炒作，没有任何舆论造势，安安静静立案，安安静静等开庭，没有卖惨，没有哭诉，没有引导舆论，只用法律给自己7年被持续消耗的权益。要一个公正结果，真的没必要再拿忘本2个字道德绑架一个依法维权的人。娱乐圈最该被约束的，从来不是依法维权的艺人，而是那些踩着旧合作情谊，不停越界牟利，不知敬畏的资本方。王一博这次起诉陈情令的老合作方，到底是不是忘本？或许答案并没有那么复杂。当年的合作可以记得，曾经的成就也可以感谢，但感谢从来不等于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。合作结束之后，如果依然有人不断利用过去的合作关系消耗艺人的肖像和热度，那么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，恰恰是最正常的选择。至于这场官司最后会是什么结果，我们不妨把答案交给法律。但有一点值得思考，如果一个艺人连自己的肖像和合法权益都不敢维护，只因为对方曾经帮助过自己，就必须一直选择忍让，那么所谓的知恩图报，是不是反而变成了另一种道德绑架？你怎么看王一博这次起诉老东家的做法？你觉得这是忘本，还是一个艺人应该有的正常维权？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。这里是黎春正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圈深度解析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支持我们。你的每一次关注都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我们下一期再聊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娱乐圈故事。